长宁，长宁，长宁，佩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好，否则绝对不会让你留在沈家。长宁，我马上带你去找御医啊！来不及了，佩芷，这辈子我为儿女付出一切，唯独对不起你和父兄。死前还能见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有来世，我一定为自己而活，好好待你们。长宁，长宁，三界上路。母亲，您终于醒了，您快点救救大哥吧，母亲。我没死。母亲，你说什么呢？大哥酒后纵马，马上就要被刑部的人抓走了。什么？沈知绪被抓，那不是20年前的事了？难道我重生了？重生在我40岁那年？谢长宁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去刑部保下知绪？他可是未来的侯爷。是啊，嫂子，知绪不过是酒后纵马，伤了一个低贱的百姓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还不快去？前世沈知绪纵马伤人，我只当他是酒后失德，跑前跑后为他求情，后来才知他分明是蔑视王法，罪有应得。这事我绝不替他遮掩。快去呀！你装模作样给谁看的？嫂子，谁人不知那刑部尚书裴芷是你谢家的门生，你们自小青梅竹马，要救知绪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沈知绪是哪个？是我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母亲，我可是沈家长子，若是背了这罪名，之后可就没办法代表沈家入朝为官了。带走。知绪，谢长宁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裴芷是什么关系。知绪要是少了半根毫毛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母亲，祖母和姑妈说的对，大哥身体金贵，可受不得一点委屈。母不慈，子不孝。母亲，今日您对大哥不管不顾，将来也别怪我们做儿女对您不敬。原来这些年我掏心掏肺疼爱的儿女，早就和我离心离德，我还傻傻的把他们当成掌上明珠，为他们耗尽心血。这事我绝不会再帮他们分毫。晴天，立刻备马，去刑部。是。哼，什么高门贵女，还不是要听我这个婆婆的？只要我金口一开，她就得乖乖听命。只要我保住婆母这个身份，就永远能骑在她头上，否则她便是不孝。哼，嫂子这种女人啊，一辈子围着儿女转，每次涉及到孩子都是六神无主，拿捏她还不容易。母亲对我们一向言听计从，这一次肯定会帮我们收拾烂摊子的。前世我也是这般来求裴芷，她一身清正，无妻无子，唯一一次破例，便是因为我。裴芷，知绪还小，我求你看在我们是世交的份上，你就放过她这一次好不好？好吧，下不为例啊。
可也正是因为这次徇私枉法，后来被政敌抓住把柄，贬为庶民。夫人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他欺行霸市，绝不可饶恕。若是为知绪而来，还是请回吧。裴大人误会了，是我教子无方，还请裴大人一定要秉公办理，还受害者一个公道。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，侯夫人？还请裴大人成全。请夫人放心，裴旨素来秉公执法，绝不偏私。裴大人，多年未见，一如从前。夫人也是。那就有劳裴大人了。常宁告退。让沈知绪罪有应得，绳之以法，只是第一步。这些个白眼狼、吸血鬼，我要挨个收拾。哎，哈，爹爹，大哥，不愧是长宁，自从你嫁进沈家，可得有20年没摸过武器了，功力不减呐。小妹若是男子体魄，只怕这大周没有一合之敌啊。这武艺许久不练，我也生疏了不少。前世我也是将门虎女，可嫁人后却是一心一意扑在孩子身上，最后落得那般下场。小妹，你这次急着回来是为了知绪的事吧？方才我和父亲已经商量过了，这就派人去周旋，确保他平安无事。大哥，爹爹，这件事我希望你们不要插手。从前是我被朱由蒙了心，把沈家的豺狼当亲人疼。现在我已经看清了他们的狼心狗肺，今后晋安侯府便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会再给他们贴补半个铜板。小妹能想通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这么多年，他晋安侯府上上下下都用小妹的嫁妆养着，那3个孩子对你颐指气使，大哥替你感到不值。爹这次从边疆回来，一定好好给你撑腰。只是那晋安侯府的老钱婆阴险狡诈，恐怕你没那么容易脱身。爹爹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我这前半生为沈家操碎了心，而沈家却在想如何榨干我的价值。算算日子，晋安侯府欠下的外债，债主们也该找上门了。好戏开场了。祖母，我刚刚打听到，母亲不仅去了刑部，还回了一趟镇国公府。母亲肯定是怕不保险，还专门去镇国公府搬救兵去了。那知绪肯定安然无恙。嫂子每次回娘家都会带回来一堆金银珠宝、房产地契，还是母亲你有办法才吓一吓她，这次又捞到了不少好处。好啦，等她回来，你们都别给她好脸色，要让她知道为我们沈家办事是天经地义。侯门贵女算什么？嫁入我们沈家就得为我们沈家挡牛做马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侯府门外来了好多闹事的。什么？带我去看看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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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还钱！出来还钱！快点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快点还钱！出来还钱！出来还钱！光天化日之下围堵侯府大门，你们这群刁民想干什么？老夫人，侯府这半年来在布庄、米行、药铺各处赊账，现在该还钱了吧？总不能堂堂晋安侯府还欠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银子不还了吧？快还钱！快还钱！祖母，您这就叫人取银子来，甩在他们脸上。
看往后，谁还敢嚼咱们侯府的舌根？这侯府开支一直是谢长宁用嫁妆补贴，账面上哪还有银子？我那些钱可都是私产，怎么能拿出来给侯府还债？师爷，咱们家一直都是你母亲在管，祖母哪插得了手啊？对，肯定是你母亲故意扣着银子不还，想让咱们在这些外人面前丢脸。什么？母亲为了拿捏我们，竟然连侯府的脸面都不顾了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今日之事，我沈家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大家跟我走，我们现在就去镇国公府找母亲要个说法。走就走，走。还钱！叫谢长宁出来！出来！谢长宁有胆子中饱私囊，没胆子出来见人。沈之燕堂堂8尺男儿，怎会有你这样恶毒的母亲？哎呀，我靖安侯府公侯之家，这现在居然成了家贼啊！可怜我这一大把年纪，他日说不定还要落得流落街头啊！真没想到，这侯府夫人竟然这么不要脸，真是可怜了靖安侯府一家老小啊！中饱私囊补贴娘家，靖安侯府有这么个主，真是倒了血霉。是，真不要脸呐！就是。就谢长宁滚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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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钱！滚钱！滚出来！何人在外喧哗？婆母、之燕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又出事了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看看你是怎么管家的，这债主都上门了。母亲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侯府的钱可都在你手上，快把钱拿出来！之燕，我嫁进侯府时，宫中早就空了，这整整23年，府中吃的喝的一切的开销，都是用的我的嫁妆。换言之，是我一直在贴补整个侯府。谢长宁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母亲，我知道债主上门，您着急得很，可我的那些嫁妆早就补贴的差不多了，求母亲再多给儿媳几日，我这就整理首饰字画拿去典当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也一定会把钱给您的。堂堂的靖安侯府，居然拿儿媳的嫁妆做补贴，你们真不要脸！我靖安侯府100年基业，怎么可能就空了？定是母亲仗着掌管钟馗，把银子挪去娘家了。之燕，府中这些年的流水明细通通都有，你若不信，大可以去查一查。哼，查就查，不能查。这些年我可没少捞好处，这一查不就露馅了吗？长宁啊，这些年多亏了你，是母亲不对，冤枉你了。你先把钱拿出来，把这债都还了，算是娘借你的，行不？可我已经没钱了呀。怎么可能没钱呢？我的钱都拿去补贴知绪了，人家还都说不够呢。什么？婆母，知绪也就挨几10个板子，他年纪轻，受这点皮肉之苦不打紧的。这怎么行？大哥可是咱们侯府的未来，可不能出事啊！祖母，您快想想办法啊！可我也没有银子呀。婆母，我记得你手中光现银就有1万两，再加上田产铺面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什么？祖母，你有这么多钱？唉，婆母若是不同意就算了，只是可怜了知绪，说不定这以后再也没机会入朝为官了。祖母，哎，好吧，给你，全都给你。
婆母放心，知绪马上就能回家。侯府的账今日还了。谢谢主母，谢谢主母，谢谢主母，哎呦，谢谢主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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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长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将来沈家子女光耀门楣了，这些资产都是我的。没想到这次不仅没讨到便宜，还倒贴了谢长宁一大笔钱。可是母亲不是说愿意拿钱去救大哥吗？这镇国公府那么有钱，凭什么要我们出钱呢？够了，只要能换知绪平安，以后知绪做了官，区区一点钱才算什么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大少爷挨了30大板，都快死了！什么？大哥！知绪啊，我可怜的孙儿！谢长宁那个毒妇真是狠心，竟然敢骗我们！他眼里哪还有侯府？这样的人也配当主母？母亲竟然为了那点银子放任大哥被打，真是太过分了！贱人，连喂个药都不会！要不是母亲当初逼我娶你，你也配得上我？想当年我孙儿年少中举，那是何等的风光啊！都怪谢长宁那个毒妇，她耽误了你呀！是啊，都怪母亲一直阻拦大哥进户部，让大哥在翰林院蹉跎了这么多年，否则大哥早就被陛下看上，平步青云了。母亲就是想拿捏我们，逼我们向她低头认错，从此屈服在她的淫威之下。大哥，你就认命吧，你这辈子是逃不脱母亲的掌控的。哼，我可是侯府未来的继承人，绝不会向母亲屈服。谁让她是你们的母亲呢？这总不能逼着她主动的低头认错吧？我可是长子，母亲一向最疼爱我，这次我就要和她比一比，看谁更狠得下心。老二，你去传播消息，就说母亲逼我过世。从今日起，我开始绝食，除非她将之前的财产全部归还，并且替我上奏陛下，让述职户部。大哥放心，我这就去。我还就不信他能眼睁睁看着你饿死。哎呀，长宁，你还有心思吃水果？最近京城都传遍了，说你为母不慈，逼着亲儿子沈知绪，绝食明志啊！那一定是静安侯府的人传出去的，不过就是想让我退让罢了，再让他饿几天。可若是真背上了那逼死亲儿子的骂名，长宁，你以后还怎么在上京立足啊？沈知绪啊，沈知绪，你果然是个不择手段的畜生。既然你不仁在先，那就别怪我做母亲的下狠手。爹爹，大哥，以子逼母，那可是不忠不孝的大罪。我这就进宫求陛下主持公道。这都3天了，母亲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大哥，你这身子骨能撑得住吗？母亲她最心疼我了，此刻定是在硬撑，想必心里早就急坏了。知绪说的对，如今整个盛京都知道谢长宁那个贱妇为母不慈，她若不想背上逼死自己儿子的骂名，就只能乖乖的听我们摆。我刚打听到母亲她进宫了。进宫了？对，定是去求陛下给大哥恩典，让大哥进户部呢。我就说母亲狠不过大哥。还是大哥有办法，稍稍施压，母亲就乖乖服软了。哎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
大娘子已经回来了。我早就说了，母亲离不开我。待会儿你们所有人都不许给她好脸色，得让她知道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。哼！唉，好你个谢长宁，看到婆母还不行礼，莫不是在国公府当了几天嫡女，连规矩都忘了？母亲不是要常驻镇国公府，不愿意回侯府，如今怎么自己回来了？母亲，您肯定是听到大哥绝食的消息，才特地赶回来的吧？你们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是特地赶回来的。镇国公府又怎么样？你谢长宁还不得乖乖给我靖安侯府当牛做马？哼，大哥不过是略施小计，你就乖乖进宫求陛下恩典，你凭什么跟我吵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啊！母亲，待会儿圣旨一到，我就是户部的人了，今后你再也别想管束我。圣旨到。陛下有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这可是谢娘子亲自入宫为沈知绪沈公子求来的圣旨。只要大哥一出手，母亲就得乖乖听话。谢长宁，就算你是当家大娘子，背靠国公府又怎么样？还不是得乖乖听我们摆布？别以为你为大哥求来了恩典，我们就会原谅你，这都是你身为母亲应该做的。母亲，夫死从子，古来有之。只要你好好孝顺主母，乖乖的为靖安侯府付出一切，这个家就还有你一席之地。否则，我定要把你赶出府去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靖安侯世子沈知绪罔顾人伦，以子逼母，忤逆不孝，其心可诛，着即剥夺所有功名，永世不得入朝为官。钦此。什么？知绪可是我侯府的希望，你这个毒妇！沈知绪，你要抗旨吗？臣接旨。谢娘子，陛下口谕，镇国公府世代忠良，往后若有难处，只管进宫禀明，陛下断不会让您受半分委屈。臣女谢主隆恩，愿陛下圣体康健，福泽万年。谢长宁竟敢向陛下告状，你果然是个毒！母亲，她毕竟是镇国公之女，现在又有陛下给她撑腰，我们可不能跟她闹掰了。母亲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长宁，你可是当家主母，这府里的大小事儿可离不开你啊！离不开我，是舍不得镇国公府的权势和我的嫁妆吧？婆母这是折射儿媳了，儿媳素来不贤不孝，又无能得很，配不上婆母这般大礼，就不在此碍言了。快，先稳住他，等找机会我们再。母亲，儿子牵强糊涂，惹您生气了，您就原谅儿子吧。母亲，女儿也知错了，您别走，这府里不能没有您啊！玉芝，我也知错了。一家子虚伪嘴脸，
既然如此，我就来个将计就计。都起来吧。要我留下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其一，你们兄妹往后行事须经我点头，不得擅自做主。我就知道母亲还是这一套，不就是想管束着我们几个？先稳住他，等过了这关，再找机会收拾他。可以，以后孩子归你管，我不插手。其二，交出府中库房钥匙，并且侯府所有的田产商铺全部交由我来打理。荒唐，那是靖安侯府的家产，凭什么交给你安排？婆母这是不同意。原本我还打算明天再进宫，请陛下赦免之事。也是，比起侯府的田产和库房钥匙，知绪的前程算什么呢？祖母，库房的钥匙和侯府的田产，跟大哥的前途比起来，算什么？对，给你，都给你，只要你肯留下，别坏了孩子们的前程。薛长宁，你别得意，这个家只要有任何的纰漏，我饶不了你。咱们走。婆母慢走，儿媳不送。你们这些年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慢慢讨回来。这狗到哪吃得进来？饿死了！回相公，娘说你之前说要绝食，没她的允许，谁也不能给您吃食。那不都过去了？母亲还计较着呢。我去找她。去哪儿啊？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给你东西吃。既然你想绝食，那就绝到底。母亲，怎么不服管教，不想进户部了？母亲，大哥已经知错了，您何必如此？难道真的要饿死他吗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敢顶撞长辈？罚你抄孝经100遍，不写完不许吃饭。母亲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！还敢顶嘴？再加100遍！儿子遵命。之前让你做的女工，绣完了吗？拿来我看看。没有，还没绣完。是没绣完，还是压根就没绣？母亲，女儿是侯府姑娘，将来是要嫁高门贵族的，又不靠这些针线活谋生计。看来之前我太骄纵你了，没做完，那就去祠堂跪着烧。既然忘了本，就好好找补。是，母亲。还有，你们3个往后每天卯时到我院中晨昏定省，少一次就罚抄女诫、孝经各100遍。凭什么？就凭这个家，现在我说了算。怎么，你们几个不服气？母亲说的是，弟妹们该守规矩。你个贱人，胳膊肘往外拐，谁让你帮他说话的？嫂子，侯府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说话了？苏清婉，我劝你掂量清楚自己的位置。儿媳苏氏给婆婆请安了。起来吧。儿媳见母亲最近气血不好，特地给母亲亲手做了燕窝。前世我老了，
几个孩子对我不管不顾，倒是这儿媳本性纯良，对我孝顺有加。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，是儿媳自己不小心撞的。沈知绪打你了。沈知绪这个畜生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果然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般暴力乖张的性子，纵容到现在已是祸害。这一事便先从清理名户开始，第一个要整治的就是沈知绪。母亲，是儿媳的错，惹了夫君生气，求您别再责罚知绪了。一切过错都在儿媳，你要罚就罚儿媳吧。快起来！你到现在还替他说话，今晚你好得太没底线了。夫君本性不坏，只是一时糊涂。本性不坏，他若是好人就不会动手打你。多好的孩子，可偏偏嫁给了他，是为娘对不住你。母亲不要自责，都怪儿媳自己没用，没能讨得夫君的欢心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跟我来。母亲，您放着府中的事不管，带着儿媳到这荒僻地方做什么？前世沈知绪在外头养了外室，那女人后来竟登堂入室，可今晚还傻傻的替她遮掩，维护那点可怜的体面。这一世我定要让她早些看清沈知绪的真面目。她不该只做个困在后宅围着男人打转的主妇，她该有自己的天地才是。今晚你觉得沈知绪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知绪他有才有颜，又是大体，虽然有时脾气糟了些，但也是满腹诗书的谦谦君子。傻孩子，我们之前都被他给骗了啊！你安心看着就好，有些事只有你亲眼看到，亲耳听到，才会明白。知绪，夫君，芝儿，你可算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知绪，啊！知绪，夫君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一只野猫罢了，别疑神疑鬼了。我这不是担心我们的事情暴露。爹爹，钱儿乖，今日有没有听话？知绪，你何时接我和倩儿回侯府？倩儿可是侯府的长孙，都快7岁了。你放心，我早有谋划。这3年，我故意疏远苏清婉，让外人以为她不能生育，如此才有借口接你们回府。等你进了门，我便以7出之条休了她，再将你扶正。届时，倩儿就是名正言顺的嫡子。你就是未来的侯府夫人，算你有良心。走吧，走。怪不得成婚3年，他一直不跟我同房。现在你都看清了。母亲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3年
我侍奉起居，料理家事，从不敢有半分差池。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？难道我在他眼里是一个随手可以抛弃的妻子吗？秦婉，你没有错，错的是他狼心狗肺，错的是你嫁错了人。沈之旭根本不是良配，他心里从来都没有你。母亲，你和一般夫人都不一样，从来没有婆婆对儿媳这般好。傻孩子，我也是一个女人，能体会你现在的痛苦。我问你，如今你已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你还要愿意守着他吗？若你想走，离开这个吃人的侯府，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，我便帮你。母亲，我该怎么办？如今只有一条路，和离。和离？母亲，你要我和离？可是我怕，若真的和离，外人会说我善妒不容人，糟蹋我的名声。到时我还如何在这吃人的世道活下去啊？清婉，你要记住，女子的名声从来都不是靠忍辱负重换来的。可是我不仅是侯府的长媳，还是苏家的姑娘，我这一举一动都关系着2个家族啊！清婉，沈之旭不是良配，娘心疼你，才想让你脱离苦海。况且你苏家也是清正之家，断不会看着你这困在侯府做个活死人。我们这些女子为了这个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，难道就不应该为自己活一次？母亲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该再自欺欺人了。我要和他沈之旭和离。好，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好女子。你放心，娘一定会让你清清白白、风风光光的离开侯府。我还要让沈之旭和那个女人付出代价。明日我就让羲之带着千儿上门，到时候祖母只要以侯府脸面、宗族子嗣为由，谢长宁纵有万般不愿，他也不好当众驳我。谢长宁十分重视苏氏，倘若他执意不让千儿进门，但如何是好？不会的，母亲向来注重子嗣，亲孙子摆在那儿，她必定会支持我们。大哥说的对，母亲不过是一个深闺妇人，目光短浅，这些天所做的事不过是想管教下我们这些儿女，如今目的已经达成了，想来不会再为难我们。祖母，等母亲松了口，这日子一长，她那点戒备心自然就没了，到时候这侯府还是我们的，她还不是要乖乖的给我们当牛做马吗？清婉，母亲现在教你习武，以后有武功傍身，谁也不能再欺负你。母亲一片苦心，清婉一定好好学。夫人，出事了！门口来了一对母子，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大公子的妻儿，围观的百姓都炸了锅。母亲，他们果然来了，来得正好，有母亲在，今日谁也别想踩着你上位。站住！哎，快看快看，一个女的带儿子上门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闯侯府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乃当朝威远将军白羲之，这是我与沈之旭的儿子沈谦，今日特来认祖归宗，你一个奴仆也敢拦我？快看，侯夫人来了！祖母，孙儿给您磕头了。住口！谁是你祖母？你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女，
带了一个生父不详的野种，空口白牙就想攀扯上我儿子。我乃当朝女将军白皙之，千儿是我和知绪的亲骨肉，怎么可能会是野种呢？侯夫人，你这话过了吧？谁不知我儿知绪德才兼备，更是娶了苏家的女儿，成婚多年未曾纳妾，乃是谦谦君子中的翘楚，怎么可能会在外面养女，还弄出一个这么大的孩子？是啊，我们相信世子的人品。侯夫人说的对，我们都相信世子。是啊，是啊。这位白姑娘，我劝你再好好想想，你儿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哼，我出身将门，不懂你们这些内宅女子的弯弯绕绕。等我进了侯府，见了知绪，夫人一问便知。你当我侯府是什么地方？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？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以武欺人，谁这么教你的？坐井观天，侯夫人，您不过是一个深闺妇人，懂什么？武，比的就是谁更狠。夫人，我劝您还是赶紧让开，否则我要是不让，那就别怪我不尊敬长辈了。住手！住手！夫君，皙之，谦儿，爹爹，哼，这野种还真是沈知绪的血脉，真是可怜苏家的女儿。没想到啊，这沈知绪竟然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对，伪君子。沈知绪，今日当着侯府上下人的面，你说这女人是谁？还有，这孩子又是怎么一回事？母亲，今晚智儿是我的心悦之人，谦儿是我的孩子。如今木已成舟，还请母亲成全，也请今晚留下这个孩子。让他们进门，你也不怕脏了侯府的门楣？这事儿我不答应。母亲，倩儿毕竟是侯府的血脉，您可不能不管呀。那你教教我该怎么管？长宁啊，这个事儿呢，毕竟是孩子的家事，这事儿只要清婉点头，他们三个和和美美的生活，这才是正理。清婉，母亲放心，我自有谋算。你看看，还是清婉懂事。清婉，你嫁入侯府3年无所出，我不怪你。但谦儿是沈家的根，你就认下这孩子吧，也算是给你自己找一份依靠。是啊，嫂子，大哥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也不想留个善妒的名声，这样对你也不好。哈，清婉，你向来温顺听话，一定会支持我的，对吧？沈知绪，这3年我替你侍奉祖母，孝顺婆婆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。哼，苏清婉，我与知儿是真心相爱，你就让她带着孩子进门吧，别闹得太难看，传出去丢的可是我靖安侯府的脸。日后我可以把倩儿过继到你名下，算你生的。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教养孩子，好好打理家事，正妻之位肯定是你的。这样你总该满意了吧？沈知绪，你做梦！苏清婉，你太放肆了！
妻子打丈夫只是以下犯上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大嫂，你太放肆了！大哥给你保留正妻之位，你不但不感恩，还敢动手？就是，不过是让羲之姐姐他们母子上门而已，却连丈夫也敢打，真是善毒成性。你欺负我爹爹，你是坏人！父为子刚，夫为妻刚。苏清婉，今日我就要替知旭讨个公道，跪下给知旭道歉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哼，沈知旭背信弃义，宠妾灭妻，他该打！哼，好一张利嘴，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是不知道我白皙志的厉害。住手！侯夫人，我动手没轻没重，恐怕会伤了你，您还是让开吧。母亲，苏清婉当众伤我，本就该受到教训，您何必护着这个贱妇？母亲就是太心软了，一个深闺妇人懂什么？白姑娘是武将出身，教训一个不懂规矩的妇道人家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母亲，他毕竟是武将，真动起手来，您会吃亏的。是我打的沈知旭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哼，侯夫人当真是小瞧我了，以为不让开就没别的法子了吗？哼，放肆！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！芝儿可是久经沙场的女将军，怎么会？母亲什么时候会的武功？怎么可能？你就是一个内宅妇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般功力？芝儿，快，母亲！她可是千儿的母亲啊，你怎么能伤她？我是当家主母，该怎么管教，还轮不到你来智慧。你个不孝子，竟然敢咬外室，还要算计清婉！你个不孝子，让你咬外室，让你算计清婉，是狼心狗肺！谢长宁，你凭什么打我孙儿？就凭我是他母亲！知旭，母亲，大哥你打也打了，气也消了。青儿毕竟是沈家的血脉，你就让他们进门吧。母亲，只要你让他们进门，以后你说什么儿子都听你的。求你了，看在儿子一片赤诚的份上，你就答应儿子吧。母亲，沈知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纵容野妇欺辱正妻，你该当何罪？爹娘，婉儿，娘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是不是打你了？娘，我没事，多亏了婆母一直护着我。多谢侯夫人。清婉，你放心，今天爹一定给你做主。沈知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负我女儿，是欺我苏家无人吗？岳父大人息怒，我与侄儿是真心相爱，他还给我生了儿子，求岳父成全。亲家别气，这事儿呢是误会，这芝儿呢是外室，可这千儿是沈家的血脉，不行就让她当妾，孩子呢还是要记在清婉的名下。侯夫人，你是当家主母，今天我们两家人都在，
势必要给我苏家一个公正的说法。亲家所言极是，今日确实要做个了断。话说回来，让白皙之做妾，确实有点委屈。啊！侯夫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母亲难道想让皙之当平妻啊？什么平妻？她既为你生下儿子，又和你真心相爱，不如就做正妻啊！哈哈哈！啊，母亲，您果然最疼儿子，快给母亲磕头啊！多谢母亲成全，多谢母亲成全。哼！既然同意了，那就把和离书签了，和亲婉和离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母亲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刚刚还说让侄儿做正妻，现在又提和离。我的意思很明白，你和亲婉之间早就没了夫妻情谊，继续强扭在一起也是相互折磨。和离不正是如你所愿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侯夫人果然公正，确实是一个明事理的说法。公平个屁！她可是我们沈家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，绝不能和离。她嫁妆丰厚，以后养着我们，妻儿锦衣玉食就靠她了，不能放她走。离了我，你以为还有谁会要她苏清婉？我谅她不敢。清婉啊，听祖母一句劝，你呢就让侄儿进门，我保你知婿以后对你敬重3分。你年纪轻轻的守着空名头，总比当弃妇强，是不是？大嫂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大哥心里有你，不过就是多个人伺候，何必较真？我们婉儿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他若想留，我们苏家自会帮他争。他要想走，我们立刻接他回家。苏家还养得起自己的女儿。清婉，爹就问你一次，你自己是如何想的？你们想让白皙之进门，可以；想让那孩子认祖归宗，也可以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说说。哼，我要与沈志旭和离。啊！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要与你和离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沈志旭，我嫁你3年，替你侍奉长辈，料理家事，无不尽心。而你养外室，生私生子，还纵容他侮辱我。今日你我必须和离。你休想！我沈志旭的妻子只能被休，不能和离。祖母，取笔墨来，我现在就写休书。对，休了他。既然他容不下别人，留着也是祸害。取笔墨。是。你们敢？清婉嫁入你们侯府3年，恪守妇道，你们凭什么休了她？哈哈，恪守妇道？他若真守妇道，会当众掌掴夫君，会要挟我和离。大嫂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真以为离了侯府，凭你这被休的名声，还能找到更好的人家？就算你是大理寺卿，也护不住一个弃妇。就是，大哥肯让你留下已是恩典，你还偏这样闹。依我看啊，活该你被休。侯夫人，你是当家主母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苏家一个交代。他们几人所说也不无道理。和离不行。侯夫人，你的意思是让沈志旭休了清婉？到底还是母亲，关键时候不会不顾我们这些儿女的。谢长宁毕竟是我们静安侯府的大娘子，你以为她真会帮你吗？母亲肯定会帮大哥的，
你们啊，死心吧。侯夫人，青婉哪里对不起你们侯府？7出之条，她犯了哪一条？你要这样逼她？青婉无错，沈之旭自然没资格休她。侯夫人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谢长宁，你说什么？难道你真要留下这个杜甫，毁了之旭的前程吗？沈之旭有错在先，何离太便宜他了，不如就让青婉休了沈之旭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让青婉休夫？他休我？苏青婉休我？这天下哪有女子休夫的道理啊？大周律例虽说7出可休妻，但并没说女子不能休夫。你偷养外室，德行有亏，青婉为何不能休了你？谢长宁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胳膊肘往外拐，竟然帮着外人欺负自己的儿子，你忘了自己是靖安侯府的人吗？母亲，再怎么样，大哥也是您的亲儿子，您让一个妇人休夫，这传出去，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？就是，这要是成了，天下男子岂不是要让女子骑到头上去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靖安侯府德行有亏，养出这种背信弃义、抛弃发妻的儿子，本就愧对青婉，愧对苏家。我今日此举并非偏帮，而是大义灭亲，是非对错自有公论。侯夫人说的是，世子爷滋养外室在前，逼迫正妻在后，本就理亏。大义灭亲这4个字，侯夫人担得起。对，担得起。青婉，你不必求他和理，也不用怕他的休书，你现在就可以写一纸休书，休了他。青婉，侯夫人说的对，你这就写封休书，休了这个沈之旭。沈之旭，这份休书是我苏青婉写给你的，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放肆！大周律法哪一条写了女子可休夫？这休书我不认。世子爷怕是忘了，我乃大理寺卿，执掌律法。律法虽然没有女子休夫之条，但也从来没有禁止。你若有冤，大理寺见。你们，秩序，大哥，快去叫郎中！是。咎由自取。好孩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母亲大恩，青婉无以为报，做不成您的儿媳，以后就让我做您的女儿好不好？傻孩子，说什么谢不谢的，我认下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亲女儿。侯夫人果然明事理，换做旁人，断容不下此等事。侯夫人深明大义，我等自愧不如。别让家人久等了，快跟他们回去吧。嫁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待会儿就给你送回去。要是有什么事，你就叫人给母亲传个信儿。多谢母亲，母亲，再见了。去吧。谢长宁，你竟敢让他们离开，你今天就别回侯府了。婆母，你还是担心沈之旭吧。母亲，我恨你！若不是你撺掇青婉，怎会休我？
你现在马上把秦婉给我追回来，否则你就给我滚出侯府！好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好。你要我走，那我走就是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谢长宁，你还真以为侯府离了你就撑不下去了？你走了，我们一样可以撑起侯府。你疯了吗？让儿媳修夫已经够丢人的了，你现在又背叛侯府，你是想让全天下人都骂你恶毒吗？他私养外室，逼发妻休夫，对我出言不逊，主母出府，桩桩件件都无情无义，他才是十恶不赦之徒。好，我倒要看看，离了我这个儿子，谁给你养老送终？你这是在怨我，还是在逼我？我不辞，子不孝，你既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这是你说的，今日我便立下字据，此后我与侯府再无瓜葛。你个毒妇，知旭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现在一走了之，等你100年以后，谁去给你上坟？大哥，母亲要是走了，外人怎么看我们侯府啊？知旭，她毕竟是国公之后，谢家嫡女，别跟她置气。既然她想走，便让她走，从此以后恩断义绝。今日我谢长宁与静安侯府断亲，自此双方情绝，生死无关。此后你们荣华富贵与我无关，我谢长宁生老病死也与尔等无关。母亲，我早就受够了你，侯府离了你只会蒸蒸日上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从前你嫌我管得太多，从今往后我便给你彻底的自由。母亲，您不能这样，这样我的仕途还有静云的婚事都会受影响。难道你真的要毁了我们吗？你们的仕途该自己去争，不是趴在母亲身上嬉戏。如果真要这样，我以后再也不喊你母亲了。随你。签。从今以后，我母子情分一笔勾销。谢长宁休想再踏入我侯府半步！我们走。哼！这一世，我不做谁的母亲，不做谁的妻，只做谢长宁，为自己而活。贱人，你来做甚？听我命令，翻！是。全都给我站住！谢长宁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已经被赶出侯府了，侯府里所有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这么多年，侯府上下的吃穿用度，哪一样不是我补贴？莫非沈知旭他们都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？你诅咒侯府！我既与侯府恩断义绝，我的东西自然要拿回来。哼，谢长宁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要是真跟侯府结了仇，你以为
我今天就是不识相，你能拿我怎么？你竟敢打我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个家哪有你说话的？更何况我乃郑国公之女，你以下犯上，自然该打。谢长宁，你竟敢打我女儿！我今天要跟你拼了！我可不是从前的谢长宁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我既与侯府恩断义绝，属于我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再便宜给你们。敢拦我，犹如此卑！给我搬的这侯府片甲不留！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娘子的命令，片甲不留，上！公子，这碗筷也是夫人的嫁妆。哼！谢长宁激我们太甚，我们现在去找他理论。走。那个是我的，给我放下来，放下来！这都是我们侯府的东西，你们，谢长宁，你这个天杀的，这都是我们侯府的东西，统统都是我的。母亲，你别逞强，我们打不过他。祖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只需啊，咱们侯府都要被这个贱人给搬空了。谢长宁，你非要跟我们家结仇吗？对付你们这种白眼狼，自然得用霹雳手段。母亲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你看给祖母气的。我已经不是你的母亲，这些东西不过是物归原主。你们若是对我有意见，大可以到刑部裴旨裴大人那去告我。夫人，东西已经全部搬完了。很好，回府。是。嘿，谢长宁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子？我早就说过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。谢长宁实在是太狠毒了。谢长宁背靠着国公府，我们如何跟他斗啊？还有苏清婉那个贱人，着实可恨。国公府算什么？要不是谢长宁一直阻拦，景瑜早就嫁给王府。只要能跟王府成亲，我们也是皇亲国戚，到时候对付他谢长宁还不是轻而易举。可是祖母，我现在和母亲闹成这样，她不会搅和我的婚事吧？我还想嫁给郡王呢。谢长宁想一手遮天，还嫩了点。再过几日，国公老夫人寿宴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啊，寿宴？周母，您的意思是？鲁国公府设宴，谢长宁和苏清婉一定会参加。只要我们在寿宴上抓住苏清婉的把柄，让他名声扫地，谢长宁定会方寸大乱。到时候看谁还敢和我靖安侯府作对。果然还得是祖母。那我的婚事，放心，祖母自有安排，定会让你嫁入王府。到时候谢长宁他算什么？哼！母亲，快坐吧。今晚这面色看着不错，看来这夫是修对了。若不是母亲助我脱离苦海，你永远是我的母亲。好孩子。侯夫人今日叫我们前来，是想念清婉了吗？我上清婉来拿嫁妆的。嫁妆？
这个是你当年嫁入侯府的嫁妆，今日如数奉还。多谢侯夫人深明大义。侯夫人，若是不嫌弃，今后我们姐妹相称如何啊？荣幸之至。妹妹，这个是我嫁入侯府的嫁妆，剩下的这一半就当是给清婉的补偿。这是母亲您的嫁妆，我不能要。长则赐，不可辞。再说了，做母亲的给女儿添置点嫁妆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母亲，以后我一定会给您养老送终的。好，那我就等着那一天。我替清婉谢过妹妹。夫人，咱们留在侯府中的人传出消息，沈之旭他们计划在鲁国公寿宴上对付您和清婉姑娘。没想到沈之旭他们还是不甘心，竟然如此狠毒。母亲，既然如此，安全起见，这场寿宴我们就不去了吧？不，要去，正好趁着鲁国公寿宴来个将计就计，让大家看看他沈家的丑陋嘴脸。母亲，清婉，今日可来了不少青年才俊，可有看中喜欢的？母亲，你莫要调侃我了。我这可不是调侃，你还年轻，看到喜欢的就试着接触一下。可是你和沈之旭并未圆房，若是有人敢对此事乱嚼舌根，我定不会放过他们。清婉遇到母亲是这辈子最大的福分，清婉宁愿一辈子不嫁人，也要跟母亲生活在一起。傻孩子，今日沈之旭他们肯定会有所行动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母亲放心好了。你们两个倒比我更像母女。姐姐吃醋了，快去哄一哄。你们两个狼狈为奸的贱人，刚祸害完侯府，竟还有脸登鲁国公的门楣！我堂堂郑国公府嫡女，代表郑国公府来参加鲁国公老夫人的寿宴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们不过两个弃妇罢了，是吗？被休的不是沈之旭和晋安侯府吗？祖母，正事要紧。哼，我们家静云和丹阳郡王两情相悦，她马上就要嫁入王府，成为王妃。到时候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祖母，母亲她不会故意捣乱，拆散我和文景哥哥的婚事吧？哼，亮着也不敢。丹阳郡王到！哎呀，小王来迟，还望各位不要怪罪。王爷太客气了，不仅身份尊崇，更是一表人才。丹阳郡王不愧是皇室血脉，彬彬有礼，气度非凡，一看便知是金枝玉叶。文景哥哥，哎，缙云妹妹，之前本王多次邀约你都不来，还以为你对本王厌弃了。以前是母亲不让，以后不会了。哦，既如此，正好本王知道一个安静的好地方，一会儿不如我们独自去游玩。静云都听文景哥哥的。哎呀，我们家静云和丹阳郡王可是两情相悦，这马上就要嫁入王府，成为王妃了。到时候我们家侯府可是皇亲国戚，到时候可不用看什么人的脸色了。这丹阳郡王外表斯文，私下不仅强抢民女，还喜好人妻，哪怕染上花柳病，人色心不改。前世我竭力阻拦沈静云与他来往，反被忌讳。这一世我绝不会再管闲事。走吧。请。
今晚这里人多眼杂，你一定要小心点，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谢长宁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自己搬空了侯府，倒是逍遥快活，可想过知旭为了侯府有多辛苦？你竟当真如此狠心，连自己亲生儿女的死活都不管不顾了吗？哎，该怎么回事？就是，原来静安侯夫人搬空侯府的事情居然是真的。世上竟有如此狠心的母亲！母亲，倩儿可是您亲孙子，难道您真要逼死我们吗？连自己的儿子孙子都要逼死，这静安侯夫人也太过分了。这么恶毒，不怕遭天谴吗？中午围在这里做什么？裴大人，裴志裴大人到了。裴大人，您来的正好，您可要为我们母子做主。谢长宁他……此事自有公断。哎，该怎么回事？夫人爱惜儿媳，大义灭亲，独立自强，可谓当世女子典范。裴大人所言极是，侯夫人深明大义，实乃我辈女子楷模。方才是我的失察，错怪了侯夫人，还望侯夫人海涵。吼你个裴志，莫不是你跟这个谢长宁早就沆瀣一气？放肆！裴大人出身清流，官拜刑部尚书太子太傅，乃是当世第一大儒，桃李满天下，岂容你一个外姓污蔑？不错，太傅公教书育人30载，连圣上都赞他清风朗月，你一个内宅妇人，竟敢在此撒野！你裴志可是天下文宗清流之首，不可得罪啊！贱内放肆，还请裴大人恕罪。我与静安侯夫人自幼相识，你母亲出身名门，自幼受礼教熏陶，品行端方，绝非寻衅滋事之辈。亲子犯错，夫人内心必定痛苦煎熬。你身为人子，不可咄咄逼人。裴大人教训的是，哈哈，陆国公夫人到。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老婆子我虽在里屋，却也听人听到了前因后果。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，断不会胡来。白将军，你在我的家宴上闹成这样，像什么话？还是老夫人明事理。裴大人都说了，侯夫人是无辜的，必然是真的。不孝子和区区一个外室，当着正经大娘子的面也敢肆意狂妄，简直可笑。先让他嚣张片刻，等会儿我看谢长宁如何笑得出来。感谢大家今日来参加老身的寿宴，时辰已经不早了，诸位入席吧。谢之，多谢裴大人仗义直言，长宁感激不尽。我只是说句公道话罢了，是非曲直自在人心。长宁，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多礼。裴志，你还是一样待我如从前一般。你不也还是那样敢爱敢恨，巾帼不让须眉。若是当年我没有驾驭他，长宁，有些事情说不定现在也不晚。鱼儿上钩了。裴大人，容我失陪片刻。啊，好。今晚，这是今晚留下的记号。哼，
剩下的都交给你，知道该怎么做。放心，公子，事后我就说他生性放荡，故意勾引我，再把事情闹大，保证人尽皆知。苏清婉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竟然敢和谢长宁一起来毁我，马上全京城的人都会知道你是如何水性杨花、人尽可夫的。哼！青婉，又来一个，小爷今天艳福不浅呀，刺激呀！找死！得赶快离开这儿，否则清婉的清白就毁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那边有动静，快去看看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！清婉，清婉，醒醒！你们是谁？为何在此处？追！站住！小心！站住！人呢？明明看到他在这儿。识相的赶紧出来！何人在此喧哗？不知裴大人在此，属下失礼了。何事如此慌张啊？方才有名女子带着人闯入，疑似是有贼人进入了大人这个房间。我从未见过什么贼人。大人，可否退下？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我跟鲁国公有救，这件事情我会妥当处理。劳烦你了，裴大人。长宁，你嫁入靖安侯府后，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好，后来才知你身上担子不轻。其实我一直很担心你，担心你性子太刚，在府中受委屈，担心你遇到事情自己扛着，不肯向人求助。好在你现在已经离开那魔窟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方才得到消息，苏家姑娘在府中不见了，鲁国公府上下正在寻找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长宁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清婉失踪这个事情传得这么快，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推波助澜。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赶紧离开这里，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。多谢你了，裴芷。婉儿，我的婉儿去哪里了？这好好的人怎么会丢了呢？哎，是啊，这怎么好好的会突然不见踪影了呢？这该不会是跟哪个野男人跑了吧？
老钱婆，你就要胡说！秦夫人慎言，苏姑娘不是那样的人。夫人，大公子那边一切顺利，接下来就是把人引到西院。什么？哎呦！秦夫人，莫不是有了什么新的线索？是啊，我的下人刚刚好像瞧见苏清婉鬼鬼祟祟的到西院去了，这旁边呢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，这莫不是跟人私会去了？秦氏，你不要污蔑清婉，我们家清婉不是那样的人。唉，这是与不是，大家跟我一起去西院一望便知。这如果真是做了什么丑事的话，大家也好有个见证。是啊，是啊，是。走吧。老夫人，就是这。秦老夫人，苏家姑娘真的与人在这私会吗？当然，下人亲眼瞧见她往这儿走了，难道还能有假？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奴婢看见苏清婉跟一个男人，两人拉拉扯扯，看着好不亲热。秦氏，你们休要血口喷人，我们苏家的女儿行得正坐得端，绝不会做出此等之事。是与不是，一见便知。开门。哈哈，看到了吧？这里面的人肯定就是苏清婉。我说怎么找不到人呢？原来是在这里偷欢呢！哈哈，白日宣淫，奸夫淫妇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出了这种丑事，苏家的名声怕是要……唉，来人，把屏风移开，我倒要看看书香门第、世代簪缨的苏家到底是什么家风。不行！怎么？现在知道怕了？晚了，让大家开开眼，你高贵的苏家女儿背地是如何的下贱！哼！且慢！苏清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清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清婉，你不可能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应该在？怎么可能？那被子里的是谁？婆母说出了儿媳心中的疑惑，被子里的不是清婉，那会是谁呢？啊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这清白名声怕是没了。对呀，哎呀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就是，哎，那会是谁呢？清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有人给我下了药，引我到这边来，多亏了母亲早有计划，才救了我。原来如此。被子里的不是苏家的姑娘，那会是谁呢？刚才好像没看见侯府的沈姑娘，难道是……静云在宴会没开之前就和丹阳郡王离开了，难道……刚才您不是说要开开眼吗？怎么现在又怕了？说的是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要脸，差点毁了我们苏家的名声。来人，把被子给我掀开！不行，谁不许动？怎么，你们晋安侯府向来不是行得正坐得端吗？怎么也有见不得人的事？婆母，既然大家都起了疑，不如就打开，也好还你们一个清白。侯夫人说的对，把屏风打开，还晋安侯府一个清白。走。哎，你们！
庆云，庆云，静云，竟然真是沈静云，还有丹阳郡王，堂堂侯府嫡女，居然做出，真是不知廉耻！你们误会了，我和文景哥哥并非私会。母亲，你救救我！你做出这等丑事，我如何救你？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只要你跟他们说，早就答应了我和郡王的婚事，再割让些利益，获得长公主的同意，我就可以如愿加入郡王府。如此，倒是两全其美。母亲，你同意了？母亲果然还是和原来一样那么愚蠢。诸位，那个我们家静云和丹阳郡王呢早有婚约，两个年轻人一时情难自禁而已，让各位看笑话了。原来静安侯府跟丹阳郡王早有婚约，倒是也说得过去。既然已经定下婚事，也不好过多苛责。长宁啊，如今木已成舟，你是静云的亲生母亲，这事情闹大了，镇国公府也跟着你丢人呐。是。沈静云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我何时答应了你们的婚事？母亲，你糊涂了，是您刚刚说的，所以我才……母亲，你打我！我打你，是因为你说过，我谢长宁从未答应过任何婚事，更没有你这么不知检点的女儿。原来一切都是沈静云在撒谎。沈静云太不要脸了，居然做出这种事情，还企图蒙混过关。没有，我没有撒谎。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要是被毁了名节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呀？母亲，谢长宁，你原想借助我孙女攀附郡王，如今事情败露了，你居然翻脸不认人了你！沈姑娘年纪尚小，怕是被人给利用了。没想到侯夫人为了攀上王府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！哼，谢长宁，静云再错也是我们沈家的姑娘，这事儿要闹到官府，你身为她的母亲，脸上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她若能嫁到郡王府，那你的脸上也有光啊！谢长宁，你想干什么？殴打婆母是重罪，你不要胡来啊！再说一次，一亲是无稽之谈。你做出这种不知检点之事，还一口咬定是我指使，那就报官吧，让官府查明真相，看看究竟是谁在说谎。长宁啊，静云还小，只是一时糊涂，你怎么这么较真呢？静云还不赶快给你母亲认个错！母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可是我和文景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母亲成全。前世嫁入郡王府的，可没一个得了善终。这郡王府又死人了，这个月已经死了第6次了。静云，你放心，祖母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不知道郡王准备如何处置。毕竟我静安侯府也是要脸的。哎呀，侯夫人，只要侯夫人同意，本王一定担起责任，接静云过门。既如此，那我便同意你们的婚事。长宁，
你身为静云的生母，想必也不会拒绝的吧？都生米煮成熟饭了，我还有什么不允的？谢谢母亲，谢谢母亲成全。沈静云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是你一心想攀附权贵，自甘坠入深渊，日后纵有万般苦楚，也怨不得旁人。祖母，我和文景哥哥的婚事可要早点定下来呀。放心，我今天早上就去了郡王府，那丹阳郡王已经禀明长公主，风风光光的将你娶进门儿。果然，任凭母亲她如何费尽心思，都不如祖母技高一筹。恭喜妹妹，再过几天您就是堂堂的郡王妃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哥哥。那是自然，等我在王府站稳了脚跟，肯定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到时候你一进到王府，咱们静安侯府可就是皇亲国戚了。到时候谢长宁还不得乖乖的求着你回来？这会儿见到母亲，可得趁着出嫁跟她多要些嫁妆。她就咱们几个儿女，她的嫁妆不给我们给谁？就是，哼。谢长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静云马上就要嫁入郡王府，少不了10粒红妆。我们这次来呢，就是给你个机会，赶紧的准备10万两当嫁。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原来是来打秋风的。母亲，你现在拿出嫁妆，以后我还认你这个母亲，否则王府的权势可不是你镇国公府能比较得了的。怎么，以为有了王府做靠山，就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了？见了母亲该行什么礼，需要我教你吗？问母亲安。大胆，跪下！我是生你养你的母亲，母可以不认你，但你必须敬我，还不跪下？跪就跪，母亲你记住了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跪你。等我成了郡王妃之后，您见了我，可要给我行跪拜大礼。好啊，我也期盼能有这么一天。长公主生性凉薄且唯利是图，丹阳郡王好色懦弱，在已经失身的情况下，还想以正妻之位嫁入侯府，真不知道该说他蠢还是笨。娘子，娘子，郡王府来人了。莫不是长公主派人来下聘了？母亲，您听见了吗？王府派人来提亲了，以后我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见过谢娘子。你就是王府的嬷嬷吧？我是未来的王妃沈静云。哎，文景哥哥呢？他怎么没有亲自来啊？老奴奉长公主令，抬沈姑娘回府做妾。什么？什么？做妾？轿子已备在门外，虽不必挑个及时，但也耽搁不得。沈姑娘，上轿吧。你胡说！你们郡王可是亲口答应要娶我做正妃的。是啊，这位嬷嬷，长公主分明也对我说过，要给我们静安侯府一个交代呀。一个小门小户的出身，也敢让长公主赏脸，还沈姑娘做妾便是交代，真当自己是国公府的了，还敢跟长公主讨价还价？不，静云，我不做妾，我不做妾。我妹妹可是侯府嫡女，怎么可以做妾？沈姑娘若是识相，现在上轿回府做妾，好歹也算个体面。若再磨蹭，等郡王改了主意，往后怕是连没人要的弃妇都不如。不，
母亲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您是镇国公府嫡女，只要让外祖父出面，长公主一定会收回成命，让我做正妃的。我求求您了，母亲。你不是铁了心的要嫁进去吗？说你们真心相爱，这不是你心心念念的结果吗？我当初为你挑选的那户人家，虽没有王府的权势，却足以保你终身安稳。是你偏要攀高枝，既然攀上了，又干嘛哭呢？母亲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母亲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谢长宁，你别忘了，她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！你让自己的女儿去做妾，你配为人母吗？母亲，您就发发慈悲吧。妹妹若真做了妾，余生都不好过，我在军中的威望也就全毁了。你不能撒手不管。唉，也罢，谁让我到底是你们的母亲呢？谢母亲成全，谢母亲成全。你既不愿做妾，那便削发为尼，从此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吧。你要我出家？让静云出家？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谢长宁，你还算个人吗？静云的大好年华，你竟然逼人去当姑子！我逼他？别忘了是你们求我帮忙，你们若真心疼他，大可以亲自到王府去求情。只可惜你们秦家在皇室眼不过是小门小户，怕是连求情的资格都没。母亲，你竟然对我如此狠心，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当初我为你费心尽力，你偏偏不肯。如今我累了，遂了你的愿，反倒怨起我来。选择我已经给你，你现在是哭是求都无用。时辰已到，请沈姑娘上轿。好，好啊，谢长宁，算你狠，我就算做妾，也不做尼姑。今日你对我的百般羞辱，他日我必百倍奉还。静云，静云。嬷嬷也瞧见了，路是她自己选的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劝也劝了，今后她便是你公主府的人，与我静安侯府再无瓜葛。娘子的意思，老奴会尽数转告长公主。告辞。谢长宁，你这个贱物，怎么敢叫静云给人做妾？我命令你赶快把静云给我追回来。现在婆母知道着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难道不是婆母你亲自把静云送到宋文景榻上的吗？婆母还不赶快去送送，以后再想见怕是难了。毕竟做了妾，出来一趟可不容易。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饶你！谢长宁，如此恶毒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哼！没想到你还真入府给我做妾呀！啊！文景哥哥，今晚是你我的洞房花烛，你怎么带一个外人进来？啊？什么外人？从今往后，你们是姐妹。今晚，本王想要你们俩一起伺候本王。不行。我虽然为妾，但我也是郡王妃。文景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会爱我一辈子，你忘了吗？你敢不听本王的话，本王打死你！不要！我打你！
祖母，千万不能让静云做妾啊，不然我的名声、我的仕途可就全毁了。你放心，等过几天风头过了，祖母自然会派人接回静云。真是可怜了妹妹，好不容易嫁进王府，却只能做妾。都怪谢长宁那个贱人，铁石心肠，一点也不为你们这些儿女考虑。确实，自从大哥被抓进刑部以后，母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如今更是……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二少爷不好了，王府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三小姐她……静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三小姐她死了。什么？沈静云嫁入王府第一夜，丹阳郡王带着宜春园的头牌，逼三小姐一起侍寝。三小姐宁死不从，想逃又被公主府的人抓了回来。然后呢？丹阳郡王对三小姐非打即骂，长公主也不管不顾。丹阳郡王喝醉了酒，就把三小姐活活打死了。夫人，如果她听您的，哪会有如此下场？当初我劝她嫁入清白世家，她不听，让她削发为尼，她又不肯，非要往王府那个火坑里跳，都是她自己选的，也算她自食恶果。静云，我可怜的孙女，你这么年轻你就去了宋文景，我靖安侯府嫡出的姑娘竟被你活活打死，还闹得全城皆知，害得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哎呀，你们不就死了个妹妹吗？本王愿意赔偿，10万两，够不够？这可是我妹妹，骨肉血亲，侯府唯一的女儿。哦，得加钱。哎呀，加钱可以，但本王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今整个京城都在传是本王打死了自己的女人，陛下震怒，我要你们必须得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既如此，我们不如对外说，静云本不愿意为妾，在谢长宁的逼迫下自尽身亡。没错，若不是谢长宁这个毒妇，静云又怎会落到这般地步？好，那就这么办。都怪那谢长宁害死我孙女儿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哼哼，我们这就击鼓鸣冤。哈哈哈哈哈！有趣，甚是有趣。哈哈哈哈哈！清婉，最近的武功进步了不少，不要骄傲，继续用心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夫人！刑部来人说，前世和丹阳郡王他们抬着三姑娘的尸体去刑部击鼓鸣冤，都说是您害死了三姑娘。现在刑部的人都守在门口，等着带您上堂呢。母亲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沈静云的死是他咎由自取的，但丹阳郡王这个祸害也不能留，不然还不知道要祸害死多少无辜女子。大娘子，丹阳郡王毕竟是皇室，他们既然有胆子上公堂，必然有所依仗，您不可不防。今晚我需要你帮忙做一件事。哎呀，静云啊，我可怜的妻子，
若是早知你不愿为妾，我就算拼死，也会让我母亲同意你做我的正妻的呀。如今只能阴阳两隔了。谢长宁，你逼死自己的女儿，你猪狗不如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害死沈静云的凶手到底是谁？你们比谁都清楚。敢来污蔑我，不知道是谁给你们的胆子。你们谁是原告？裴大人，本王是原告，本王要控告谢长宁逼死了我的妾室。静云呐，我可怜的孙女，都怪谢长宁这个贱人，他为母不慈，逼你为妾，害死了你呀！母亲，妹妹才刚满18岁就被你害死了，祖母一大把年纪，你却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根本就不配做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沈静云是你亲妹妹，她如今被奸人害死，你们不但不想为她报仇，还跟奸人沆瀣一气，真是猪狗不如！你凭什么打我孙子？今天我要和你拼了我！还有你这个老钱婆，整天口口声声的孙子孙女，如今沈静云死了，怎么不想着为她报仇啊？你放肆！这里是公堂，岂容你们喧哗？丹阳郡王，你既然控告谢夫人谋害他的亲女儿，可有证据？裴大人，我可以作证，我的亲孙女儿就是被谢长宁这个贱人逼死的。可怜我这一大把年纪，连自己的亲孙女儿都保不住啊！这100年之后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我的可怜的儿子呀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祖母，不可呀！我祖母一大把年纪，却被你这个毒妇逼得自寻死路。谢长宁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母亲？这侯夫人也太过分了，居然害死自己的女儿，现在又要逼死婆母。这种人应该被打死！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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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，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，就在这公堂之上。他就是真正的凶手。裴大人，他胡说八道！丹阳郡王可是皇室，他空口白牙就想污蔑皇室，简直是罪该万死啊！没错，还请裴大人还我靖安侯府一个公道！惩处他！打死他！惩处他！打死他！惩处他！打死他！谢夫人，丹阳郡王现在有人证，你可有什么证据证明呢？回大人，证据马上就到。他根本没有证据，他就是凶手，还请裴大人下令惩处！惩处他！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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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惩处他！讨民求见。我要证据。苏清婉，你这个贱人居然还敢出现！你个被休的都敢堂而皇之上堂，我有何不敢？你，母亲，遵从您的吩咐，调查郡王府，果真让我找到了这些证据。丹阳郡王，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害死了沈静云，其实真正害死她的凶手是你。你放屁！我跟静云是两情相悦，怎么会害她？大人，这是这些年被丹阳郡王害死的无辜女子家属口供，这一年被他害死的女子就不下100人。什么？居然害死了这么多人？
这个丹阳郡王真是畜生！就是真是畜生！丹阳郡王，你仗着自己是皇室，多次强抢民女，蹂躏致死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还望裴大人公平公办，还那些无辜女子一个公道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本官宣判，丹阳郡王剥夺爵位，拉去午门斩首示众，家产均分给受害者家属，以平民怨。我去你！哎呀！裴大人高义，长宁为那些死去女子的家属感谢裴大人。本王可是皇室，你们敢杀我？喂，你们收了本王10万两，说好了要帮本王洗清罪名的，还不快来帮本王？你胡说什么？人可是你杀的，跟我们可没关系啊！本王给了你们10万两，说好了全都把罪名栽赃给谢长宁的。为了区区10万两，就害死自己的亲妹妹！一群畜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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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秦氏、沈之旭、沈之燕竟敢助纣为虐，通通杖责30，以儆效尤。拖出去，行刑！大人，冤枉了！大人！大人！本王是王氏啊！大人！好，站得好，打得好！除了丹阳郡王，也算是给那些枉死的女子一个交代。如今不仅没能打压谢长宁，还让他大出风头啊！丹阳郡王那个废物，一股脑的把事情都说了，害得我们跟着丢人。现在全京城都在说我们侯府卖女求荣，害得我都不敢出门了。难道我们只能一辈子看着谢长宁的脸色过活吗？他谢长宁不过是仗着国公府嫡女的身份耀武扬威，不过他嚣张不了多久。何出此言啊？我在军中安插的人传来消息，北狄蛮族近日频频在边境挑衅，粮草和军火暗中集结，不出3日必有战乱。镇国公府在镇守边关，一旦战事爆发，镇国公府自身难保，到时候谢长宁，若是镇国公府真倒了，看他谢长宁怎么耀武扬威。到时候我定会让他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，景云受的委屈定会加倍讨回来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夫人！晴天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北蛮10万大军进犯，烧毁了粮草，国公爷和大公子被困，危在旦夕呀！什么？郑国公镇守边关数10年，兵马充足，怎么会被轻易烧毁粮草，围困军中？前世乃是我奸细里应外合，才使得父兄兵败沙场，加上沈之旭那些畜生串联弹劾，最终导致郑国公府被抄家灭族。这次肯定也和他们有关。夫人，这国公爷若有万一，国公府危矣呀！备好马车，我要进宫面圣。是。如今北狄入侵，镇国公父子死守云墨关，兵力悬殊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依我看，与其图耗兵力，不如议和。只要割让3成，再送去金银绸缎，北狄必定退兵。白将军所言极是，北狄骑兵凶悍，我朝边境兵力空虚，贸然出兵，只会中了敌军之计，还是求和为好。与其打生打死，不如花钱买平安。我等赞同求和。不错，打仗可是会死人的，求和不过是赔些土地钱财罢了。哼，懦夫！
割地求和，丧权辱国，一群懦夫！母亲，敢言割地求和者，当斩！母亲，你今日如此着急入宫，莫不是为了求情？等边关失守了，好饶母亲一命。这能不急吗？边关关乎朝廷安稳，一旦失守，镇国公可是要满门抄斩的。如今边关只是些许失利，妄言扰乱军心者，杀无赦。长宁，边关的事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。我入宫是为边关战士请命，不是来求情。哼，可笑！边关战事自有朝堂诸公定夺，你一区区无知妇人，竟妄言为边关战士请命，将我等武将置于何地？母亲，你一个深闺妇人，懂什么军事？就不必在这儿自取其辱了啊！诸位大人眼中，怕是也觉得我一介女流，不该在此多言吧？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我虽然不懂如何处理国家大事，但我懂家国二字。镇国公府世代忠良，我父亲镇守北境30年，兄长15岁随军，他们浴血奋战，守的是你们脚下的这片土地。如今边关告急，将士浴血，百姓危在旦夕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与男女何干？哼，匹夫有责？谢长宁，你也配提这4个字？若非镇国公父子无能，何至于被北狄围困？依我看，陛下就应该将你们满门抄斩！闭嘴！你这个畜生！哼，怎么被我说中痛处了？谢长宁，如今镇国公府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镇国公府了。等你父兄倒台，我看……如我父兄，该打！我好怕呀！谢长宁，这里是朝堂，我是朝廷册封的5品将军，你敢打我，就是藐视朝廷，是要掉脑袋的。长宁，你不要冲动，陛下马上就到了，你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。谢长宁目无王法，威胁朝廷命官，他此举便是没把陛下放在眼里。谢长宁，你有胆子就打！哼，我教训自己的儿子，哪轮得到你插嘴？今天我还就真打了。沈之燕，你可知错？你疯了！居然敢打我！待会陛下来了，定会治你的罪。这第一鞭，打你身为臣子，不思抗敌，反倒妄言割地求和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，视为不忠。这第二鞭，打你直呼生母名讳，置孝道为无物，目无尊长，视为不孝。这第三鞭，打你身为将军，却与白皙之狼狈为奸，在朝堂上挑唆众人，扰乱朝纲，视为不义。别打了，饶命啊！疯了！谢长宁，你疯了！陛下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大庭广众之下这般行径，你可知罪？大庭广众之下这般行径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还请您为沈将军做主。谢长宁公然顶撞百官，还手持凶器殴打沈将军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，
藐视陛下呀！陛下，谢长宁无法无天，请陛下严惩，还沈将军一个公道。还请陛下责罚。陛下请息怒，此事乃沈之燕先行挑衅，谢长宁忍无可忍，才出手教训。以母教子，事出有因，并非无故行凶，请陛下宽恕。请陛下宽恕。既然事出有因，下不为例。陛下，臣女斗胆，还请陛下速速发兵支援云墨关。家父和兄长已被困半月，3万将士危在旦夕，再迟恐难支撑。臣女愿以镇国公府身家性命担保，只要援军一到，定能击溃北敌，请陛下成全。哼，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女子，哪轮得到你过多操心？哼！边关的事，朕自会定夺。退下吧。陛下。臣女遵旨。听见了没？陛下都说了，轮不到你一个弃妇操心，还是赶紧。哼！边疆战事，沈之燕他们一定会从中作梗，我要早做打算。大娘子，裴大人来了。怎么样？陛下决定出兵支援，领军大将是白皙之。前世白皙之带兵支援，却一直按兵不动，扣押粮草。父兄因为缺粮，只能奋起一搏，出城决战。兵败后被夺走兵权，最终落得满门抄斩。这一世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去，把我的嫁妆全部变卖，换成粮食。啊！快去啊！是。裴大人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哎呦！将军，父亲，苏蜀区的救援信件又一次石沉大海，我们恐怕等不到救援了。我们的粮食还能撑多久？最多3天。3天，是我对不起将士们。粮食断了，连伤药也快没了。可我们身后是大周的国土，是百姓，我们无路可退。将军，我们是镇国公府的兵，我们不怕死。将军，只要我们还有最后一丝力气，我们愿意以死相搏。将军，我们不怕死，大不了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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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传我命令，坚守3日，3日后出城迎敌，决一死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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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娘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变卖了嫁妆换了粮食，但只换了3000担粮食。3000担太少了，不惜任何代价，明天一定要购入1万担粮食。可是夫人，账户上已经没钱了。把镇国公府的地契卖了，剩下的钱我再想办法。好。母亲，青婉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母亲要变卖全部的家产，换成粮食支援边关。这些钱你拿着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把之前自己的嫁妆和母亲给我的
都卖了，爹娘也替我筹了不少。母亲，您拿着。青婉，你为何待母亲这样好？若是没有母亲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再说了，母亲不是说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也应该尽一份力。多谢了。把这些全部换成粮食，然后送往培植处。是。将军，父亲，这是最后的粮食了。是我对不起将士们。将军，出城吧！趁我们还有最后一丝力气，我们愿以死相搏。将军，与其等死，不如大家一起杀出城去，拼了算了！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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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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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随我出城，决一死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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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粮食，将军，粮食到了，裴将军带着粮食到了。好。将军，我带来了长宁变卖了中国公府的万担粮食，后面还有我等筹备的，马上就到。好，果然是长宁。将军，我们有粮食了，就不怕北敌了。对，不怕北敌了，我们不怕北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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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怕北敌了。马上烧火做饭，养精蓄锐，明日出城迎敌。诺。西之故意按兵不动，如今云墨关已经彻底断粮，必败无疑。边关一破，谢家必定从此一蹶不振啊！这谢长宁一直以来仗的就是镇国公府的权势，如今看他还怎么嚣张！如今镇国公府失势，如此良机，我们绝不能放过。祖母说的对，我们必须趁这个机会彻底收拾掉谢长宁，将镇国公府收入囊中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这是我伪造的几封镇国公父子投降北狄的书信，只要呈给陛下，便会坐实他们通敌的罪名。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，陛下自会处置。如此一来，这谢长宁作为家眷，自然难逃干系。如何啊？娘，我爹他们故意以弱示敌，消耗了北狄大部分的精力。只要一场决战，北狄必败。多亏了你了，长宁，谢家总算化险为夷。国公爷用兵如神，等他们凯旋归来，看谁还敢小瞧姑娘您！哼！你们是谁？竟敢擅闯镇国公府！陛下有旨，谢长宁通敌叛国，着缉拿归案。你们胡说！这位大人，我可以跟你们走，但还请你们不要伤及其他人。
谢长宁，你可知罪？臣女不知身犯何罪，还请陛下明示。不知罪？这封从北狄大营搜出的密信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与镇国公父子合谋，假意被困，实则是要引北狄入关。你还敢说你不知罪？谢长宁，谢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朕对你们不保，你们为何要通敌卖国？陛下，我谢家世代精忠报国，何来的通敌卖国？若不是通敌叛国，你为何私下筹集粮草？我那是为了边关，为了大周的黎民百姓。陛下，谢长宁口口声声说为了家国，可他的所作所为，哪一样不是在挑战朝廷的威严？谢长宁私筹粮草，殴打朝廷命官，如今更是被查出通敌密信，桩桩件件皆是大罪。陛下，镇国公府手握兵权多年，如今谢长宁做出这等事，说不定就是镇国公府谋逆的开始啊！请陛下严惩谢长宁，彻查镇国公府，必须以儆效尤，以安天下。谢长宁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陛下，天地可鉴，日月为证。我谢长宁若有半点通敌叛国之举，甘受凌迟之刑，哪怕满门抄斩，也绝无半句怨言。来人，将谢长宁打入天牢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镇国公府为什么会被查封？裴大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裴大人，你快去救救大娘子，她被打入大牢，责任就要会斩了。什么？让开！我乃当朝太傅，求见陛下。让他过来吧。臣裴旨，拜见陛下。太傅无需多礼，起来吧。陛下，镇国公府世代忠良，绝不……太傅若是为谢家求情，便不必开口了。朕自有打算。太傅刚进京，知道京城中是如何说你与谢长宁的吗？无外乎私相授受，内外勾结罢了。虽然太傅是朕的老师，清欲响彻天下，但若执意求情，朕也只能将你一起处置了。传朕旨意，太傅裴旨，剥官夺爵，打入天牢。谢陛下，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裴旨，长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要见陛下，这都是我指使的，与他无关。长宁，没用的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没事，再等几天，等父兄凯旋，我们就有救了。明日我们就要问斩了，恐怕等不到他们凯旋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清婉，你怎么来了？母亲，你瘦了，我给你带了一些饭食，你和裴大人好好补补身体。傻孩子，现在我们是罪人，
外面风声鹤唳，人人都图自保，离我们远远的。这个时候，你不该来啊！这个时候，你不该来啊！母亲说什么呢？母亲对我有再造之恩，就如同亲生父母一般，女儿对您尽孝是应该的。难道母亲不认我这个女儿了吗？好孩子。多谢了。母亲，千万不能久留，母亲一定要小心啊！你快些回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小心点儿。来，佩芷，我私自筹备粮草，是为了父兄，为了家国。落得今日下场，也在我意料之中。倒是你，何必帮我？平白折了你一辈子的清誉，值得吗？值得。我一生谨守清正，为家国奔走，从不敢有半分思念。可当年，若不是为了追查边境贪腐案，延误了婚期，你怎会阴差阳错嫁入谢家？这些年，我看得明白，也想通了。这一次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常年，当年若不是谢家从中作梗，你我本就该是夫妻。这牢里倒是热闹，临死前还能做个伴儿，真是好一对苦命的鸳鸯啊！真是好一对苦命的鸳鸯啊！母亲，别来无恙啊！哦，不对，看您这模样，怕是不太好啊。看你们如今这模样，我心里真是舒坦。谢长娘，就算你郑国府世代功勋，你武力超群又如何？你也没想到会落到如此下场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冲我来！裴大人还真是怜香惜玉，只是你如今自身难保啊。真是伉俪情深呐！不妨告诉你，你当年和从文的婚事，都是一步步算计好的。趁裴芷出京，散布流言，坏你名声，哄你嫁入沈家。竟是你们的诡计！不然呢？让你们顺顺利利成婚，我靖安侯府岂不是要永远屈居人下？我们兄弟联手，从你出京那天起，便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如今大军边关惨败，你谢长宁和镇国公府将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，成为千秋万代的罪人。你们疯了！你可是堂堂将军，为了权势竟然如此丧心病狂。沈之燕，你是大周的臣子，你这么做对得起边关浴血的将士，对得起天下千万百姓吗？你身为母亲，眼里只有外人，处处与我等作对，断我们的路，害得我们众叛亲离。你有何脸面说这种话？就是，若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沦为京城笑柄？狼心狗肺，毫无底线，落到今日这般田地，全是咎由自取。咎由自取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谢长宁，你也配说这话？看在你马上要死的份上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真相：我之燕、静云，没有一个是你亲生的。什么？
可能？哼，当年你拼死生下第一个孩子，我便动了心思，我秦家子孙怎能屈居人下？难道说？不错，知旭、知夜、静云，个个都是我秦家的血脉。这些年你含辛茹苦为他们做的一切，到头来都是我秦家的垫脚石。看来你们几个早就知道，难怪一个个狼心狗肺，原是随了根。不错，祖母早就告诉了我们真相，在我们眼中，你只是一个工具。谢长宁，怪你没有自知之明，你就该乖乖的为我们当牛做马，乖乖的为我们东奔西走，付出一切。幸亏我们身上流的不是你的血，你这样的人也配做我们的母亲吗？我谢长宁今生护家国守本心，我不靠母亲这个身份立世。你们是不是我亲生的，又有何妨？哼，午门问斩的时辰快到了，看你还能撑到几时。到时我定会看着你人头落地，告慰我秦家的列祖列宗。哼！长宁，你没事吧？黑芷，我这一生总想着母亲该如何，主母该如何，倒忘了我是活生生的谢长宁。从前我们总被身份误会绊着，后来又被风言风语和体面捆着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自己而活？长宁，我们都知道的太晚。不晚，我们都清楚自己要什么。黑芷，这辈子阴差阳错没能做你的妻，这杯酒不算交杯，算约定。若有来生，我们都别再被世俗牵绊，我们就做两个寻常家的夫妇，可好？好。来生我只寻谢长宁，不问身份，不计前尘。午时已到，提押犯人前去刑场问斩。此生我们缘分浅薄，来生定不相负。绝不相负。奸夫淫妇，通敌卖主！奸夫淫妇，通敌卖主！奸夫淫妇，通敌卖主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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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当初你对我和羲之何等羞辱，未曾想到你会落入我们手中吧？谢长宁，这就是跟我们作对的下场。母亲，哦不，谢长宁，你大概到死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会输给我们吧？这就是命。秦家的主真是坏到了根，可惜你们算错了一步。哼，犯人谢长宁勾结外臣，意图谋反，犯人裴芷私通罪妇，同谋作乱。时辰已到，验明正身。斩！是。快动手啊！我要亲眼看着他人头落地。对，让他们永世不得超生。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刀下留人！怎么回事？边关大捷，镇国公凯旋归来，将军有令彻查谢裴二人冤案，暂缓行刑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西之明明传信说大军已败，怎么会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谢长宁，你在耍什么诡计？裴植，你不是说父兄他们凯旋还要等几日的吗？其实前几日边关已经大胜，一切都是陛下和国公商量的结果。你说什么？臣无儿无女，一心为国，请陛下信臣一次。哼，太傅，朕就不瞒你了。其实朕早就与国公取得了联系，他们确实都是无辜的。镇国公府世代忠良，若无实质证据，陛下又怎么可能自断一臂？靖安侯府这些年来一直向北狄私下贩卖铁器，陛下早想处置，只是忌惮白皙之和沈之燕的兵权。我明白了，所以陛下特意抓我们，是为了麻痹他们。没错，现在看来，白皙之已经被国公和令兄拿下，兵权重归陛下所有。靖安侯府勾结外敌，等待你们的只有满门抄斩。什么？西之也被抓了？这不可能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祖母，不可能！北狄明明传信说大军已败，这绝对是假的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谢长宁，你到底在搞什么诡计啊？我早就说过，你们算错了一步。当日一战已经大胜，故意散播假消息。如今凯旋，你们勾结北狄的证据，我父兄怕是一并都带回了。母亲，你救救我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啊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既然你不肯放过我，那就一起去死吧！呀！裴之，裴之！哎呦，杀人了！裴之，死一个不够，都得死！啊！呀！嘿！俺伤我妹妹和裴大人，找死！全部带走！大哥，何出之意？郎中已经看过了，裴大人只是失血过多，并无大碍。倒是妹妹你，已经守了他一天一夜，再不好好休息，铁打的人也吃不消啊！要不是为了救我，裴之也不会受伤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这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都怪那恶毒的秦氏，为了自己名节，连亲孙子都下得去手。爹和大哥已经上书陛下，必定给你个交代。大哥，这件事希望能让我自己去处理。好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天塌了也有大哥和爹帮你顶着。谢谢大哥。放饭了。我吃大哥，我先吃。都快死了，谁还管什么长幼有序？先吃饱再说。知勋啊！你祖母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如今咱们都是自身难保了，
上哪去找郎中看病啊？母亲，母亲，我就知道是你。母亲，你是来救我们的吗？儿子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看在我们这20多年的母子之情，饶我一命吧。母子之情，你们想要害我的时候，可有曾想过，我是抚养你们20多年的母亲？谢长宁，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们笑话吗？看你们笑话？你们还不够？秦氏，当年我生下的那3个孩子，你把他们换去了哪里？把地址告诉我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具全尸。我不记得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不说？我说，当年怀了孩子之后，我嫌碍事儿，都丢给府里的老家仆处理了。那仆妇早就离京，我真的不知道孩子现在在哪儿。公公，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晋安侯府通敌叛国，着剥夺爵位，赐白绫，钦此。不，我不想死，母亲，救救我！谢长宁，你拒贤助才，不能好死。谢长宁，我错了，我求你救救我，我求你了。送他们上路。咱家还要进宫回禀陛下，便告辞了。有劳公公了。裴之，你终于醒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伤心了。裴之，你终于醒了。这下长宁可以放心了，裴植只是皮肉伤，养些时日便无大碍了。如今裴植苏醒，孩子的下落也有了线索，咱们家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大哥，你说什么？孩子有线索了？我派人去查当年那位仆妇的下落，果然查到了一些线索。当年那位仆妇不忍心杀死孩子，便偷偷留了下来，后来回了老家。太好了，我的孩子还活着。长宁，陛下已下诏褒奖你，赐你诰命，赏你黄金1000两，良田万亩。你真的要离开吗？啊，大哥，我不要这些。长宁，这辈子我被国公嫡女、侯府主母、母亲这些身份捆得太久了，往后我只想做谢长宁，
我想去游历山水，看看边塞的大漠孤烟，江南的杏花春雨，顺便找找我的孩子。也好，你性子本来就野，居在京城委屈了你。若是需要人手或银钱，随时传信回来。多谢父亲。父亲，那我就真走了。去吧。等等，长宁，裴芷，你的伤好了？好了。听闻你要游历山水，我想陪你一起去。裴大人，你刚官复原职，陛下要对你委以重任，怎么能轻易辞官？官途再顺，不及陪心上人游历山水。况且找孩子这么大的事儿，多个人多个帮手。你不怕跟着我吃苦？我不怕。我怕的是再次失去你。月儿轻轻轻轻换一身清静，轻轻让我的深情和你的身影